谁？我在哪里？我在日本。我只想说转个机，但是不小心就是多住了5天。I'm not in Milan again。为了多拍1集旅游，所以我特别来日本。毕竟前面10天都是在当导游，今天才是真正的旅行。这么没有台湾牛肉面，也没有牛肉饭。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昨天晚上他还去吃了通化夜市那家，就是在通化夜市红花盐水鸡对面会有一家11点才开的咸粥，超好吃。而且我是吃完火锅吃到饱，吃完之后再去吃螺饭。我们今天是买那个关西通票，现在很方便，是因为它有那个像西瓜卡什么，就不用再买实体票了，你可以直接存在 Apple Wallet 里面，然后很方便，然后到处都有人会讲中文，所以不用担心以前那种不说话的状况。经过这么多年没来日本了，日本还是热得要死。还好吧，跟台湾比，台湾也很热。在欧洲久了，在这边突然间觉得很兴奋的，就是都没看过的感觉。很兴奋。我们现在在33间堂里面，然后里面是有1000尊的菩萨，然后是不能够拍照的，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建筑很美。很多风铃的声音，好舒服。然后这个我以前来的时候有写那个，就是玉珠印，然后它每年每个人写的都是不一样的，好舒服的神堂。这33间堂里面呢，总共有1000尊的观音，然后它每个观音都是不一样的表情跟不一样的名字，然后真的很神圣跟庄严，可是不能够拍照，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是为了保护这个圣堂。听说他的御手头痛御手是对头痛非常的有帮助，所以很厉害。然后这种里面都会有一个很平静跟舒服、气场很舒服的感觉。反正我就很喜欢这个点。寺庙里面都会有和尚帮写玉珠印，然后我上次写的时候还是平成，然后现在已经令和3年了，然后每年都有不同的日期，然后代表你来参拜，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纪念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在4条这个酒店。整天都有东西吃，刚刚还有红酒、白酒，等一下晚一点还有什么茶泡饭，然后下午还有下午茶。下午。You're now arriving at Nishinoko. I don't understand。开心啊 ！Pokemon 哎，走。小时候的回忆啊。哦，买一个呀？为什么？小时候回忆就留在小时候。买一个当纪念嘛。这么难得来呢。这新的我都不认识了，这是谁啊？这些我都不认识啊。那你买一个 older 的啊。呀。现在来吃好吃的 Herbert's 蛋糕，是来日本一定会吃的蛋糕。我就该减肥喽，好胖哦。我的水果千层蛋糕已经卖完了。这家店不是吃水果千层蛋糕吗？其实它的食物好吃。Pokemon Go， 不是因为我看 Pokemon 所以没有了。老板有说要搭车，要走20分钟。但是突然间看到这个游客项目，我们就来了。可以直接直达大阪城。建议大家可以规划好之后，然后所有的交通票都可以在第1天到机场的时候全部想好，你要什么时候搭车啊，什么时候搭4点，这样就不用一直换票。可是有点难啦，因为你要规划一下，不然的话你多买的票也是浪费钱，因为有些地方你都不去了。然后日本的所有的站都会有中文的服务，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有没有问题。原来搭游园车上来是得走，有这种事？所以刚如果走20分钟上来，这边再走10分钟。We are in 大阪 ，We are in 大阪，这是今天首歌观光客行程。以前来的时候是75公斤，现在是几公斤？88、81或者80，不是88。好困，有点累。但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是一个亭，4点前入园会不用钱，但是因为超过4点了。所以我们要去展这个高空花园。这里刚刚看到这里是空中花园。我们现在在空中花园上面，
今天是2023年9月1号，这里就是一个观景台的一个概念，就是晚上这个观景台还蛮浪漫的，就是一个观景台。我们现在上来这个外面喽。我们现在在京都车站楼上的伊势丹百货的拉面小屋，它是开到晚上10点。这是什么？我知道还问。京都车站楼上这个拉面小屋，它是有把全京都很多好吃的拉面店全部都开在里面，所以就可以方便游客一下到京都站就可以吃到这种盛开的花肉来了。还蛮好喝的。Hello， 终于回到饭店休息了。给大家看到这个房间，很舒服。这个饭店还蛮好的，它就是6点到7点有咖啡，然后10点半到8点有咖啡，然后下午茶有免费的点心，然后晚上红白酒。你看这个是很夸张吧？它这个每天都有吃的。然后现在呢，我们要去搭车前往平等院。然后平等院是在宇治的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然后我们从京都过去的话，大概50分钟。然后今天我们用的是关西通票，因为日本的空气有点干，然后现在有点搞不懂到底要靠左还是靠右。这边有意大利，Ragazzo。而且我觉得日本的饭店就很好，就是它这个都有澡堂，就其实真的泡一下之后，脚比较不酸。然后你看它就是整个都是车站跟车站的车间都有连接到不同的商场跟食物，所以也很容易迷路。但是你就是找到你想去的地方，一直往前走就好了。我们今天搭了这个叫做Anicho Yoi 这个火车，它是斥资3.3亿，然后它是主要是乘车目的，然后就它会有南波到京都车站，然后还是会有到奈良之类的一个行程，特别开张。车厢里面总共有84个位置，然后你除了买了你原本的车票之外，你要再买一张特级的票，大概是不到1000日元，然后你就可以买这指定席，然后你可以在京坐近铁车站，或是南波站，或者是说在奈良，它都有搭，一天走6班车。你用你原本这关通票的3日券，然后用 JR 也可以，然后你只要再付这个730日元，你就可以搭这个观光的这个火车。然后它网络上不太好买票，所以其实你要去机器买，或者是说你到京都车站的近铁站那边去找服务人，然后帮你换。这次呢，来大阪呢跟奈良特别搭乘了关西近铁最新的观光列车，里面呢有非常非常好吃的奶油夹心饼干，还有我心心念念的大佛布丁。anyway 就是太好吃了。这次搭这个火车呢，觉得非常的高兴，因为每次在做旅行的时候，我们都只是点到点了游玩，我们很少去思考说，其实换一个不同的交通方式，就可以让这次的旅程变得更有趣。然后这火车4节都有不同的位置，每个风格都不一样，你在上面就是可以拍照拍到疯掉。我觉得这火车真是超级无敌值得的，而且非常的便宜，加一点点钱，你就可以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不同的感受。日本真的太神奇了，每个地方出来都有个人跟你讲中文。像我来唱 S.H.E 的那首歌，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唱得不错，下次别唱了。觉得这个火车如何？肯定是很漂亮，但是外面的风景我有一点点小失望，我以为外面的风景会更漂亮。因为我想象的是像瑞士的小红火车，然后可以看到很多风景不一样的漂亮的地方。顺路的话可以坐一下，不是特意去搭了。我们现在要去春日社大佛那里，我现在有点担心我钻不进去那个树洞，我以前是钻得进去那个树洞。好了，不免俗的，我们来到奈良了，然后是不是要去跟鹿做一些互动呢？那些被娇生惯养的鹿，烦死了。希望疫情这3年能让他们冷静一点，不要就是这么的恃宠而骄。哇 ，so cute，so cute， 贝罗贝罗，摩托贝罗，好多鹿哦，他们都在车路上，他们在路上，他们不会被撞到吗？这么多撞到也没差吧？哇，好多鹿，好多鹿，好臭哦！他过来了，他买了，那是钱，先走票还没有。他好聪明哦。我还没有买。
不免俗刚刚进入了这个公园，看到很多鹿，就只好花了一些冤枉钱，然后喂他们吃东西。他们还是一样的讨人厌，没有素养，请大家可以跳过这个行程。对，我们现在到东大寺了，然后东大寺里面有个很大的佛，然后大家都去钻下面的水洞，所以这是一个东大寺很重要的行程。因为本来想说去宇治，可是因为今天已经下午了，所以既然已经来到奈良的话，那就到东大寺来参拜一下。我们现在来到是它的正殿大佛殿，你看它真的很漂亮。意义是什么？我觉得我钻不进去了。那这个的意义是什么？保平安，保平安啊！以前这洞有这么小吗？它还是我变大了？有这么小吗？这洞为什么有这么小？你讲不出来。是吗？很好吃，肥瘦均匀的，然后入口即化的感觉。生拌牛舌。Good morning, what's up? Today we're going to the 宇治 to see the 世界遗产 So hot. 昨天下午的时候去3-4条的三宅一生的店，然后他们竟然露出在爱马仕拿配货的表情。我只是想买一件黑色的裤子，为什么不给我？我真的不懂。所以我今天准备了全套的服装，准备跟他们应战。现在的话，我们要去平等，因为是在宇治，然后宇治是距离就是京都大概半个小时的车程，除非你是真的是住在京都车站 JR 旁边，你可以一直搭 JR。可是如果你不是的话，你还要再换其他车的话，其实你买那个关西通票其实比较好。我们现在在宇治的车站前面，然后我们先去那个宇治的上神社，然后这边前面就是那个神社的路，然后往这个宇治桥过去，这是世界上日本最古老的3大桥之一的这个桥。过去才是平等院。你知道日本最古老的故事是哪一个吗？答案是《源氏物语》。《源氏物语》是日本女作家子氏部的长篇小说，是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写实小说，代表日本古典文化的高峰。物语呢是日本文学体的一种体裁，原因是谈话的意思，后来引申为故事传记及传奇的感觉。《源氏物语》已经被改编成各种媒体的形式，包括偶像剧、电影、动画都有。《源氏物语》是由54个卷轴画组成。这本小说是一个庞大的故事，分为有卷轴来呈现整个故事大纲，但卷轴却被分散开来全日本，因此呢，对于卷轴的数量有不同的说法。一般来说，《源氏物语》包括了54个卷轴内容，而每个卷轴内容都是针对主角光源氏，在描写整个故事的情节。我们现在要经过的是宇治桥，宇治桥是日本3大古桥里面很老的一条桥。这是源氏物语的指示部像，应该是源氏物语的作者。我们现在往平等院去参拜。等超久。刚刚我吃完这个中村这个抹茶，觉得它其实就是，其实我有点怕抹茶那种味道说很假，然后它的味道其实还蛮香的，就是好像是真的抹茶，就是没有这种有一种你知道我说那种咖味、草味，然后它就是很香，所以我觉得还不错。我们现在到世界文化遗产的平等院喽。这平等院是平安时期的一个建筑，包括说最有名是上面这个凤凰伞，是日币1万块上面有一只凤凰，也就是上面这个凤凰，然后包括这个1块钱。刚刚平等院里面有个很大的那个如来佛，然后他是想呈现净土，就是极乐净土的样貌。我觉得这个还蛮值得来的，然后感觉可以秋天的时候来赏枫，蛮适合就是一个也就是有或半日游的一个地方。像我们现在差不多早上11点到，然后3-4点就可以逛完了。所以你早上如果在京都有别的行程，你可以安排，或者说你先来宇治再回京都，其实我觉得都还挺好的。金满地铁搭到7条之后，然后从1号出口出来之后，你可以现在到这边的公车站，然后这边就你看这个 bus stop 这里。就往清水市、紫园，然后平安神宫这里。
清水是 so hot， 但是感觉不来京都不来清水是也很奇怪。摸一下就好了。都排到这里。就发现这里拿不起来，就是去年才刚修好的大平台。大家看到清水寺这个是世界遗产，然后它是，你看它都是用这个柱子去钉好的，你看它是悬空在这个半空中，这景色超美。大家看到像清水寺，它最厉害的就是这边，你看它是用这个柱子浮在这个半空中的，很美。你看这边也是刚修复好的。我们现在从清水寺的正殿，就是拜千手观音的部分下来之后，往下走，它有一个瀑布，它有3个不同起伏的一个水，然后你想要求什么的话，就可以喝哪边的水。那是能贪心点，3个瀑布都喝吗？不行，它说你只能吃一个，喝一个。好吧。学问成就，然后这边是恋爱，然后那边是长寿跟健康。今天是在大阪的最后一天，进日本最后一天，然后明天我们就要飞回米兰了。然后今天就是想说随便在大阪的街头逛一逛，感受一下现代都市的感觉。因为毕竟回米兰的话，就会觉得很，也不是说很旧，就是日本的那个街道比较直，然后逛街就是它的流行的东西其实跟欧洲那边比较不一样，然后就还蛮有趣，然后也蛮适合亚洲人。我觉得如果大家已经是来过京都那些大景点都来过很多次的话，不妨可以住在京都，然后或是大阪，然后可以去一些其他的小城市，像是什么岚山搭火车，你觉得很漂亮，这是你以前的记忆。可是因为如果你来第2次的话，你就觉得好像也就那样。然后像逛街的话，就是看你有没有什么目的性的，就是如果你没有说一定要逛什么要买什么的话，其实我觉得也蛮好的，就是你可以这样随便逛逛。我们现在在到杜鹃喽。怎么样？香港中要从发达国家回第3方国家了，生活不便利的意大利，没东西吃的意大利。然后到台湾机场还可以吃一下牛肉面，但是牛肉面没有那个什么金的那个好吃。因为这个人吃了金华饭店的600多块的牛肉面，他已经吃不了别的便宜的牛肉面。我们现在在桃园机场等，然后他现在有那个新的洗澡地方，然后我发现竟然还有林东方。还有很多吃的，小南门啊什么的，我在吃到最后一刻，因为想到回去就没东西吃。然后等一下我们要从这边搭13个小时起飞到米兰马贝萨。桃园机场现在真的变超国际。旅行结束的时候就伤感的，要回去了。那回去要干嘛呢？没事干。喜欢我的频道可以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随时收到米兰最新的生活日记哦。